几个里面能出一个雌雄同体的？那要基本上是千万分之一的概率。千万分之一啊！对，我收了3、4年，差不多也就收了这一点。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你们去像博物馆呀、昆虫馆啊去看，是看不到这种嵌合体的。哎，你手上这一盒昆虫是什么东西呢？我这一盒是嵌合体，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身上啊有雄性的特征，也有雌性的特征。你有没有举例来介绍一下？举例，我们一般就是嵌合体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叫昆虫都是雌雄二型昆虫。什么叫雌雄二型呢？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一枚大一点的，我们看到右边这一块是雄性特征这一雄性。对，左边这一块呢是雌性的特征。怎么看呢？你看它的足就不一样。第一对足，雄性是比较宽大的，雄比较大，雌性就比较小。然后雌性呢，它这里是没有毛的，包括鞘翅上前缘的这一块也是没有毛的，是吧？这帮大闸蟹蛮像，对吧？大闸蟹公的有毛的，母的没毛的。对，就少一点，对，就没有那么旺盛。对，就包括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前肢啊，它的那个螯肢，公的可能就大一点，雌性就小一点。我们可以从外观上能看出来。包括上面的这个大颚啊，锹甲的大颚，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边大一边小，小的这边呢就是雌性的特征，长的呢，因为这些昆虫都有领地意识嘛，它们要打架。打架的话呢，这个大颚啊，雄性的大颚就会更大，雌性就会相对来说，因为它要挖木头啊，要产卵，朽木嘛，它要钻到朽木里面去，所以它的这个大颚就要短。那我想问一下拉兹老师啊，像这样就是说几个里面能出一个这个雌雄同体的？那要基本上是千万分之一的概率。千万分之一啊！1000万只里面才能出一只。是的。哇塞！并且啊，像我们如果说你要知道这一些，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啊，我也不怕丢脸，对吧？这一些其实都不是我养出来的。不是你养出来的，对，都是我收来的我大概收了差不多3、4年，我收了3、4年，差不多也就收了这一点。对，当然有一些价格特别昂贵，那可能就是囊中羞涩嘛，那就像这种是不是特别贵啊？千万分之一的概率肯定贵嘛。那么能透露一下不啦？大概透露下的话就算了啊。现在的话，基本上像类似于这一只，那上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上万的。对，一只昆虫卖到1万多块。基本上平均的话，有一些可能2、3千、3、4千、5、6千都有可能。就我说的里面啊，就这一枚标本是很有意思的。怎么讲？它的身体啊，像我们平时看到的嵌合体不是一半一半嘛，正好披在中间。对但是它的话呢很有意思，就是身体包括前足啊、足，所有足跟身体全部都是雄性特征，但唯独就是脑袋也是右边雄性，左边雌性。因为这种花金龟的话呢，它的这个雌性的特征就是方头就雄性有角，你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雄性的这个右边还有带一点点角一点点角的形状。它就头的话是公的和母的，身体是身体全部都是公的。身体全是公的。对，这个就很神奇，但是它不贵。对，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说的标准的嵌合体。它因为这些怎么形成的啊？就是它是天然形成的，卵在分裂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你人工是无法干预的。它珍贵就珍贵在这里。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你们去像博物馆呀、昆虫馆去看，是看不到这种嵌合体的。像这种吸金龟啊，它的脚都是歪的，很多人想，这个对吧？对，这其实都是有点歪的。那为什么会歪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雄性的特征跟雌性的特征正好拦在中间的话呢，会被雌性的基因所牵扯，就把这个硬把它雄性的这个特征啊脚给拉过去，慢慢就歪了，就表现出了这个雌性的特征，或者一半一半的这个嵌合体的特征就出来了。这昆虫世界没想到如此的精彩啊！今天算是长见识了，拉兹老师。今天受益匪浅啊。